如枝桠，也在撑起一个家。微笑如尘沙，也能让种子萌芽。贫瘠的土地上，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只因它们献上了年华。 坚定的步伐，后来的孩子呀，伴着春风渐渐长大。是因为有人选择了留下，理想才终于开花。 支书，这个红旗还没有到要插的时候啊。双印姐家的榨油机才刚刚转起来，离脱贫还有一段距离。洪书记，这机器一转起来，不就等于脱贫了吗？詹山他这么做也不冒进吧？不得，我们这张地图上的进度必须是实打实的，不但要真正脱贫了，而且一定要没有返贫的危险，才可以换上。 哦，啊，书记说的对啊，都回来了。回来了，来，大家坐。有几个事情我们要商量一下。好。哎，老李呢？没上你们车？没有哦，落下来了。我去吧，我开车快。我走了。这小姑娘可以哦。 哎，秦丽也很好，书记啊，这两个小姑娘真的很好哦。好，下一个是双印姐跟我讲，她的那个榨油厂呢，想分一点干股给我们村集体，以后这个榨油厂就叫做百泥村双印榨油厂。大家看看这个事情，我们什么意见啊？贫困户刚刚找到脱贫的路。 村集体凭什么抽成呢？这个油茶籽的产量都非常少，那它的那个机器是吃不饱的。如果我们村集体决定要干股，那就要帮他去收这个油茶籽。这10%的干股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收购量来给的。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啊，这个钱拿着不烫手的。哎，小杨，你上次拍的那个视频呢？ 在我这里，你发给我，我发一个朋友圈，然后也发到我们第一书记的群里，让大家都帮帮忙。这个广告好哦。韩立明他们村同意帮我们收5吨哦。这么快啊？刘禹锡他们村也可以收3吨。啊。齐志远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收3吨。蒋大正他们可以收10吨了。 什么啊？10吨啊！哇！这样搞下去的话，还要增加榨油机哦。不要只发给他，丢到群里来。老李，写什么呢？没什么，临时呢有点想法。那上车啊，我们村里开会呢，刚刚找不到你。对不起啊，老李，刚刚走的时候把你忘了。没事，不怪你，是我一个人想静一静，所以才没上车。那走吧。走。老李，这报告的字我不能签。王书记，
你就给我钱了。驻村干部的报告得有村里的意见。村里的意见就是不同意你走。老李，你今年才57岁，退什么休啊？你退休以后，你的工资、待遇都会不一样。那家里的情况不就更难吗？再坚持一下，等2020年都脱贫了，到时候你回单位去，还能给你解决一个科级干部，对吗？黄书记，不怕你笑话，我来就是奔那个来的。可我现在不想了，我现在感觉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太自私。留在村里，我只能是拖大家的后腿。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是真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了。那个事其实是怪我。我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你家里的这个情况。如果我当时让秦丽跟墨雨去配合你的工作，就没事了。从你来，我这是第2次挨批，2次都是你替我担的责任。我一个老同志，我对不住啊！有什么对不住的？要想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住你。你家里情况特殊，是我们对你的照顾不够。够了，够了，黄书记，要不是你替我担的责任，恐怕现在我早就被他们推回去了。不至于，老李。我希望以后，你不管家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跟我们讲。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什么困难，每个人帮一下，手拉着手，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走到脱贫攻坚胜利的那一天。一个都不许掉队，拿着。不掉队。六叔，六叔，来了。再酿酒啊！啊，是啊。你就这么酿呢？你不淘一下，水会很浑哦。混一点后劲大了。哎，要不要再来一碗呢？再加柴了吧？哎，服了我，你的这个酒劲太大，上次喝的我那个。马头鸡啊，我能看出来的。哎，上一次啊，你是给我面子了，不像这个小斌子，啊，拿我不当回事。我是想拿你当回事啊，六叔。你让我拿你当哪回事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呢？六叔，我们今天嘞，还真的是想安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你，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只要让我喝酒啊，我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情。这酒还真的是不能再喝了，我。那就不谈了。六叔，我们村里制定了一个新的制度，
每周一早上，我们会在村委会的广场上升国旗。支书，他推荐你当升旗手。刘叔，行吗？六叔，要当升旗手，那你所有的行为都要对得起这神圣的国旗哦。如果你还是这样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那大家看着你升国旗，那个场面好不和谐啊。六叔，你现在在我们县里都是有名的，因为你是唯一的一户因酒而致贫的贫困户。六叔，你如果愿意以后都不再酗酒，我现在就把国旗交给你。人活着总要活得有尊严一些啊。黄书记，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今天我就当着国旗的面发誓，从今往后再不喝酒。好。嫂子，摘玉米啊？啊，没什么，随便挑挑拣拣。你怎么来了？啊，我跟支书去六叔家家访，然后路过你们家，我就想来看看嫂子，给你讨口水喝吗？水有啊，刚灌的。黄书记专门来看你哦。你们坐外边吧，外边凉快。黄书记，你先坐啊，我知道好茶在哪里。得。嫂子，你们家这里风景好哦。是吗？看多了也不觉得。真的是美，地势也好，空气也新鲜。在这里生活，每天心情都应该很好吧？心里堵得很呐。2个小孩在外面上学，老农呢最近又不爱回家，没黑没白的。嫂子，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管，县里要的材料也多，脱贫攻坚工作时间也紧，他确实是操心。嫂子也很辛苦啊。我是活该，谁让我嫁给他了呢？黄书记，你结婚了没？还没，对象都还没有。这个年纪了，怎么还不赶紧找呢？想找，但是没有合适的。黄书记，来，茶泡好了。谢谢支书啊。哎，你坐这干什么？怎么了？我们女人聊点心里事。你去那酒屋，把明天要卖的酒盛好了，去吧。那你们喝了啊？得。黄书记，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还是嫂子厉害啊，晓得我有事要求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讲吧。六叔家那个酒，要是收来也可以酿成这样的质量吗？应该吧，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的。嫂子，你有这么多好办法，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呢？我才不干嘞，这是我祖传的手艺。正因为是祖传的，才不要浪费嘛。唉，交也行。那给我分多少呢？也55。55可不得，5%，也就是半成。那我不干，
我现在一斤比别人多卖5毛，那算下来还多10%呢。可那才多少量啊，嫂子啊？就算啊，你一年卖300斤，那也才多卖150块。我调查过，我们村这个初酒的产量嘞，一年大概有3000斤，那5%也是150块嘛。那不还是扯平了？我费那么大的劲教了别人，我还没赚到钱，还把祖传的手艺给拿出去了，不干。可要是这个产量不是3000斤，是翻1倍6000斤呢，而且每1斤的价格再涨1块钱嘞。这6000斤卖给谁去呀？之前的3000斤每年还都是亲戚自己买的，你还1斤加1块，能卖得出去？就要看我们这个酒的质量怎么样，看我们能不能形成品牌。嫂子啊，要是你同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家庭酿酒合作社，统一技术管理，统一质量，然后再统一的去注册一个商标，这样争取把我们壮乡的米酒卖到全县去，卖到全国去。这说的吓人，能得的？得啊，只要我们这个酒的质量好，就得啊。嫂子，你家的存酒大概还有多少？现在那下边有80多斤，明天再出个20斤，有100斤了。100斤，那这样，这些酒就先不要卖，都留给我。下个月我们有一个脱贫产品的推介会，到时候我把酒带去，看看能不能脱开销路。得，那你收了这个酒，这个账怎么付呢？这个好讲，嫂子你算一算多少钱，到时候你跟支书讲，把钱给支书。得，要什么钱哦？你这是来帮我们的。不得啊，钱是一定要给的，支书。嘿，黄书记就是黄书记，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行，拿走吧，这1斤能卖到6块5，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那太好了哦。美的你还当社长，你就管好技术，顶多算一个致富带头人喽。支书，这个社长是我封的。嫂子，只要你肯出山，这个社长就是你。哎，来，黄书记，来。请问蜂蜜在哪呢？啊，你好，蜂蜜在那边，富春福，这边加蜂蜜。来，蜂蜜在这边，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是这些吗？哎，文秀，你们那边几单了？好多单了哦。对哦，加油哦。你怎么样？我们这边也很多单了哦。如果吃了好，下次继续刷订单啊。好的。来。坐。来坐。哎，我有个提议啊，我们在座的可是有3位是硕士存官哎，他们可是时代的一股清流，带领我们当代年轻人走出了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我建议他们3位啊，每个人都必须要讲一句话。对。好，我先讲。我嘞是苗族。硕士只是学位，脱贫攻坚才是人生舞台。我希望我跟这个舞台心灵合一，跳出一段青春最华美的乐章。我是瑶族，当年念书只为拯救穷山恶水，现在回乡当村官只为建设绿水青山，就这么简单。我嘞是壮族，以前家里穷，我念书嘞都是靠政府
靠好心人资助，我才完成学业的。那现在是我回报家乡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来，加油！加油！文秀，你等下喝一杯啊！为什么？这次推荐会，我们几个都主打一件，你推出了2样产品，效果啊还都不错。再喝一个。我那个都是小买卖，你们今天都看到啦，展销会那个阵仗，利民的感触最深啦。是在我们摊位旁边，你们知道是哪个吗？广西农垦的展销会，它是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我看了一下它的产业啊，有蔗糖、甘薯淀粉，还有畜牧水产，涵括了各个产业。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和他们合作就好了。先不讲合作不合作，你先讲讲看，你还有立明啊，你们2个今天得了多少单啊？这可是秘密哦。赞！最大的赢家是羽西，你们那个村办工厂超3000万了吧？刚过。我看，还有兰姐哦，你们有7个品牌哎，而且量都很大。哎呀，郭春福说的是你们先哦。我们既然坐在一个桌子上，那肯定标准得是一样啊，这不得哦。承让。我觉得这次呢，我们展销会的收获都很大。我提议，我们共同举杯，为了展销会的收获，脱贫攻坚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不破全胜，绝不烧杯。干杯！大家今天都好高兴哦。对呀。立明，你讲，我们算不算又离成功近了一步啊？一定是的。你着急回村吗？怎么啦？我听说北投集团帮助群众发展特色农产品后呀，利用这个投资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开设了一个北投一家扶贫产品展销厅，帮助销售扶贫农产品。我想明天去看一下。我跟你一起去。你们好，我是北投一家扶贫展销厅的负责人，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吗？我们那里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但是现在不知道入驻你们驿站都需要些什么条件。入驻我们北投一家的扶贫产品是不设门槛的。我在想呀，要是可以把我们那的优势农产品纳入到这个北投一家的这个销售网络中来，既可以扩宽销售路径，还可以加大宣传力度。立明，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实施，我们真的回头认真的讨论一下。是。你就是百泥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吧？是我，你是？我是西陵县的，我叫秦兰兰，广西农垦的。你好，你好。之前就听说你了，知道你要来这次广西农业科学院专家讲课，我一早就过来了。刚才在会上听了你的发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哪里，我们互相学习啊。文秀书记，刘春来，广西百步湾投资集团的，现在在那坡县做第一书记。你好，我徐明，泾西市的。我叫周燕，是广西交通集团的。那这个百色到乐业的那条高速公路是你们在修吗？是的。什么时候能通啊？后年一定能通。真的？真的。哇，那太好了哦！那这样，我们这个产品什么的运输就更方便了。文秀姐，缸里的水都要满了。你们2个辛苦了哦。没事。帮我干活呢。陈爷爷。哎。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身体棒得很，哎，能吃能喝，没得事的呀。来，我们到那边坐。哎，在这个屋里坐。慢点。坐。哎，没用经常来的。哎，烧袜子嘞？屋里头干起来的。哦。干嘛子啊？吃红薯呢。你不要光吃红薯，你喝点稀饭，要不然就噎到了。来。烧袜子。姑姑来看呀。还记得我们？来，站起来，往后移点。哎，来坐。
我给你带来好吃的。来，有，你还给他买东西。应该嘞。陈爷爷，哎，山娃子应该要下山上幼儿园了哦。哎呀，没看了。秦丽，我要跟爷爷，你不肯下山，是不是因为舍不得陈奶奶呀？范小姐，你怎么懂得这个呢？哎呀，他奶奶呀，都走了几十年了。陈爷爷，您还记得陈奶奶是怎么从山上摔下去的吗？这个肯定是龙山恒那小子跟你讲的吧？范书记啊，你这么远爬山来，不是来戳陈爷爷心窝子的吧？我今天啊，还真的是要戳一下您老的心。陈奶奶当年怀了5个月的娃仔，还到山那边去取水，脚一滑就摔下去了，自己没了，肚子里面5个月的娃仔也没了。以后像山娃子不能再过那样的日子了。得了，没讲了。当年我就跟他讲了，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水少，但是他没嫌弃我。他讲只要有我就得了。你讲了，我现在怎么可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一个人搬家呢？肯定是没得嘛。陈爷爷，我懂，所以你现在可以带着奶奶一起下山去啊。我们村两委商量过了，如果呢，您老同意，我们可以迁坟，就把坟迁到我们村委会后面那个山脚下去。范书记啊，这个事呢，你容我再想想啊。范书记啊，以后呢，这个水你们也没用送了。水呢是一定要送的。您看看，您手上这个骨节，就是因为这个水给害的。上娃子以后，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这个时候也是水的事不？是啊。那这样子，下个月18，我给你个准话，对没对？对。文秀姐，你说你怎么有这么多办法呀？你要想说服一个人，得先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担心什么，你要了解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文秀姐，我要是能像你一样成熟就好了。你跟我学，那你这个标准可是有点低哦。我这次去南宁市开会，带回了很多第一书记还有党员他们的一些材料，你们要是感兴趣，可以到我那里去拿来学。学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还差得很远。啊，还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多了去了，我们可不能当井底之蛙。好。这一次的推介会来，我们村的茶油和米酒都受到了好评。茶油呢，还接到了一些订单，也接到了一些带料合作的意向。这个具体的合作条件，我让双英姐去跟他们谈。这个事情呢，就我来负责。支书，嫂子的米酒这次业内评价相当高，自治区还有一家酒厂有意向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想收购我们全部的产品，但是要用他们的商标。这个事情，支书啊，你来负责，我协助你。得，是。大家看看，同意没？同意。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贫困户的情况看，我们有4个难点需要优先来解决。第一呢，就是曾经与老人的这个异地安置问题，就是要认真的监控这个老人的房屋状况，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要做好预案，提前预警。这个预案呢，品之，我想让你来协助他们2个完成，完成之后递交村委会来讨论。大家看，有问题吗？同意。好，我还有一个提议啊，就是墨雨，我想让你们3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墨雨你来担任组长，组长直接对村委会负责。你们看看，有意见吗？没意见，可以哦。我没有哦。文秀姐，我不行吧？还是让秦丽领导我吧。可以的哦。这个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这个是让你来负责组织、制定工作计划。讲白了，是想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希望你不要让大家失望哦。可以的。好，那得，我们到外面去开，大家也休息一下。摆出来了哇！这个谁弄的？不错啊。嘿，当然是我。还有老李，考虑大家看材料方便啦。得哦，表扬一次，你最近表现确实不错。可不只是最近的。不要骄傲啊！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你的问题。陈丽玲家是一直你负责的啊。她呢，老公在外面打工，那她的腿脚又不方便，这个重体力的劳动肯定是不得的。所以，对他们家的这个扶贫方案，你拿出来没有啊？那就是养猪喽。他家不是有猪圈，但是没钱买猪仔。再说，能不能养得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养猪仔的这个钱可以申请扶贫小额贷款，你去跟他商量一下具体的数额，后天报来给我。但是，猪仔买来了就必须要养活哦，否则要你这个扶贫干部负责什么嘞？我又不会养猪。不会你就去学呀。我呢，跟百干村他们第一书记韩立明讲好了，他们村这个养猪事业发展得非常好。你从下周开始就到他们村去学，他会派专人来教你。我想知道是哪个让我去的喂？是我。有问题吗？陈丽玲家呢是第2档小组负责，但是双英姐她那个榨油厂才刚刚开业，她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所以长龙哥啊，这个事你负责监督一下，得不得啊？得，包在我身上。长龙哥，接下来就是这个周六猛跟黄元军了。志叔，六叔他戒酒有半个月了吧？明天你跟他一起负责把这个村委会的旗杆立好。我们按照上次开会商量好的，我们准时举办升旗仪式。在家的村委会的成员和所有的党员都必须要参加。得。秦黎墨雨，你们跟小班联系一下，把孩子也组织起来，做好宣传。好。我们第一次升旗仪式，我想搞得隆重一些。好。用什么办法帮黄元军跟周六猛脱贫，真的是个难题啊。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呢，是建议我说让他们2个去学习养蜂。我在想，那我就带他们过去学习了解一下。要是他们感兴趣，那郭春福可以帮忙负责安排人教他们。要是实在不得，那到时候我们再商量。其实，黄元军也还是有一个去处的。
让他去榨油厂就得喽。我觉得罗主任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人家蓝双英同不同意呀？我觉得还是让黄延军去养蜂吧，他不是喜欢唱歌吗？在大山里可以和蜜蜂一起唱喽。子书啊，周六猛到底戒酒的情况怎么样？我想你再去确认一下。得哦。刘叔，哎，刘叔，哎，刘叔啊，练呐啊，怎么样？刘叔态度还是可以吧？很下功夫哦。有事啊？我们家新出的酒，带给你尝一口喽。哎呀，不喝。哎呀，你个小兵子，你这是耍我嘞？哪里的话？你戒酒戒了这么多天，一定很辛苦。你想想，今天又没有别人，放心喝喽。啊，我会替你保密的。嘿，我要真想喝，我还怕你说我嘞。你闻闻。行，不喝，不喝。哎，我告诉你，我当着国旗的面发的誓，那是算数的。真不喝？不喝。哎呀，你好麻烦的嘞。嘿，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呢？没有的话，出去。刘叔啊，我今天来呢，是正式通知你，明天跟我到村委会立旗杆。明天？对，从下周日开始正式启动升旗仪式。升旗不是周一吗？黄书记说，周日升旗，想让村里的小孩子都过来参加了。明天你跟我立旗杆，村里给你记1天的工，以后每升一次旗，给你记半天的工，按村委会的平均工资来算，年底一起给你结喽，得吗？这种事情，这个升旗手是骄傲的事情噻，这种事情怎么能拿钱来衡量呢？回来了啊，没喝点呢？没喝，看来六叔这回是彻底戒掉了。可能吧。你看啊，他的酒缸都搬到咱家来了。那个人要面子，不可能偷偷到别人家去弄酒喝的。哎，你说这黄书记啊，他治人还真是有办法呢。这不是治人，是治病救人。那你说，黄书记接下来他得怎么治昌隆呢？你不要乱讲哦，我不晓得。昌隆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对不起黄书记的，没跟他说实话。那你要这么说，明天我讲给黄书记。不要啊，这不是把人给卖了吗？要是大家知道昌隆没要咱们分成的钱，那不得闹翻天了？我就讲是我没有给昌隆钱，这回给他补上，以后跟大家一起出工提成啊。怎么补啊？占山，我妈那钱一时半会儿还要不回来。没钱有账，我是不会赖账的。你就为了挂个账，把人给卖了？我就讲，是我跟昌隆提出来的，我负责任。谁相信？这叫索贿。哎呀，认识索贿，不认识受贿，反正都一样。那你这个支书不干了？那要看人家让不让我干了。哼，你别说，现在让黄书记这一带，我还真想继续做下去。讲清楚点呢。我就是讲我以前做的不够格，现在呢，我想够格的做一回。谁说我老公不够格啊？那大伙哪个不服你啊？可是我真把大伙放在心上了吗？哎呀，黄书记做的这些事，其实以前我都可以做，我不但没有做，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想起来，
蛮惭愧的哇。惭愧，就多帮人家干点活喏。哎，那你说长荣的事怎么做？长荣这个事，你就别管了，一切责任我来担。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老公，吃饭。黄书记要成立酿酒合作社了。他这是要孤立你哦。你看看啊，现在烟草合作社成立了，将来砂糖局也要成立，再来个酿酒的，兴许还有榨油的、养猪的，都要成立合作社。我们要想不成立，那些种枇杷的种植户还不要反了天哦。他们敢？那他们就太没有良心。没有你，谁给他们卖枇杷？你不要小看黄文秀，本事大的很呢。支书家的酒、蓝双印家的茶油都叫他卖出去了。他就没跟你谈条件？他没有跟我谈，我也知道。他现在就是搞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布局，你懂不懂？我当然懂，我就要给他破一破这个局。进来，不要装模作样的。还在用功啊？习惯了。睡觉前有时间总想写几笔。你这么用功，我是要向你多学习啊。我让你去学养猪，你是不是有意见啊？哎，说到这个话，你做的是不是太绝？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处处都在为你考虑，而你嘞，处处都在不给我面子。天空多空旷，要去飞翔，要奉献那一场愿望。女孩把梦想装满行囊，浪漫的彩虹各种各样，穿过了河流，城镇村庄，用歌唱去定住风霜。自己的坚强自己培养，每天把微笑当漂亮的妆。我要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庞，挥舞那双追逐的翅膀，咬咬牙挑战未知的远方。打打气给自己给一个赞扬，青春的绽放是最美的风光。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庞，从此要回报亲爱的家乡，想着他脸庞就热泪盈眶，怀着那一颗感恩的心房，那种动力让我不会改变方向，怀着那一颗感恩的
的心房，收起的翅膀有无穷的力量。